想边留学边做房东，但是觉得麻烦，要怎么办？其实这个问题牵涉到的就是我们交房以后的一个管理的问题啊。作为房东来讲，因为是有专业的全托管的租赁团队，其实就是几个大方向上去进行把控。首先，第一个，怎么去甄选这个租客是一个很需要去注意的，除了去过standard的 reference check， 因为其实有些租办他已经非常知道这些 reference check 是怎么能够顺利通过的，所以我也会建议去看一下租客的 LinkedIn 啊，甚至是可以去看一下一些公司的官网等等，进行一个 fact check。甄选租客的当中，不是说租金最高就是最好的，我觉得是要结合，比如说这个是不是12个月一付，或者是月付，或者是租客背景等等，做一个就综合考量之后的决策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在平时的管理当中，在英国的新房来讲，一般的开发商都会有2年的 default period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的租赁管理公司在房子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他不会来找房东本人，他是去找开发商的售后。我自己的一个很深刻的感受，因为我过去其实买的6套房子都是 new build 的新房嘛，房子一般第1年跟第2年是比较容易去暴露一些问题的。这个时候开发商的售后解决了问题之后，房子的第3年开始到第10年是房子状态最好的一个时候。英国的很多的电器啊，它都是有保修期的，不管是保修2年还是5年，真的很难在这个保修期内坏掉。所以维修的部分，如果说你买的是新房，作为这个房东来讲也是比较省心的。倘若说真的会出现有维修这样的话呢，也不用太过担心，因为租赁团队会告知说我这个东西坏了，坏的原因是不是租客人为的破坏，然后费用是多少等等。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决策的过程。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，因为这个是收益嘛，那在英国肯定是会牵涉到个税的。那个税我们基本上也会用非常靠谱的会计师，每年只需要报1次税，会计师会给你做好整理。如果你是 DIY 小能手，或者是你想要自己去感受一下怎么报这个 tax 的话，也基本上1年只需要整理1次即可。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注意的就是，倘若说如果你的房子是每个月一付的话，也会建议每个月要看一下有没有租金进来，以及每个月的这个房东账单叫 landlord statement 进行1次梳理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必要的。除此之外，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多需要房东做的事情了。如果你非常幸运的是房2代啊，一上来就是高端局，家长马上就给你买好几套房子，这个时候还是会建议你把这些房子放在这个公司的名下。坦白来讲，你个人持有1套房子和用公司持有10套房子，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大同小异，没有很大的差别。那只不过是说如果是多套房产的情况下面，肯定是用公司来持有，这个每年的报税就不太建议自己来 DIY 了，还是会需要有这个专业的会计师来进行操盘。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提醒大家的就是，因为房子有固定的一些费用，比如说定期去支付物业费啊，或者说是在2022年6月30号之前交易的新房的话，或者是二手房的话，那还有个土地租金啊等等，像这种比较大的东西是还是要去做一个把控的，不要出现忘记支付。有的时候可能跟租赁管理公司之间没有进行很好的一个对接，租赁管理公司以为是房东付，房东以为是租赁管理公司付，最后导致出现了这个 ground rent 和 service charge delay， 出现罚金等等这些情况进行避免就好了。我也知道，就来英国留学，那其实学业负担也是挺重的，我们只需要抓大放小。这种情况其实我们遇到还蛮多的。有一个就是妈妈，她当时女儿过来读书的时候，她就送了女儿一套房子作为她成年的礼物。妈妈就意识到她在买的这个房子里面的租金非常的高昂，而且好多的租客去争抢一套房子，所以她立刻马上联系了我，就说同一栋楼里面有没有房子，我想买一个给我女儿，这样可以锻炼她去进行物业管理，更早的去培养她的财商，也可以去支持昂贵的伦敦的生活费。所以立刻我们就又买下了一套小的房子做这个投资。确实18岁的小姑娘真的是学霸体质，从完全一窍不通到最后可以非常游刃有余的来进行房产的管理。妈妈看到女儿的变化也是挺开心的，接下来又购买了3套，所以就是1套自住4套 buy to let 的一个状态。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因为这个小姑娘是超级大学霸，非常好的本科的学校，毕业之后也是非常顶级的学校的研究生，毕业之后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好。那她在做伦敦小房东的过程当中，找工作以及学业都并没有耽误。